钱人脉能为我带来利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既不清高，也不贪钱，但是白来的我不能不要。但是我男朋友他总是斤斤计较，别人送我花，他总是被心疼过敏性鼻炎；别人送我衣服，他总是说我占便宜没够，总有人追求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交往了，刚开始认识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我有一些心理的落差，因为他的可能是各方面条件要比我好一些，经济状况、工作啦，其他的条件啊都要比我好，所以说这些方面给我就是说心里有挺大的一个感触的。因为我曾经有一段不太完美的婚姻，当我遇到他的时候，眼前一亮，挺符合我的一些心理的要求，这样我俩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年龄比你大6岁吗？刚开始不知道，但后来知道了。但是我想，这个年龄的东西啊，不是这个两个人感情这个主要的因素。他刚才说他33岁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你39有过吗？没有。啊，你至今还没有？没有结婚。哦，明白了。那今天来这儿是因为什么？我俩就是说在一起相处1年多了，我对他的了解逐步的加深，我就感觉他特别物质，而且什么事情都拿利益放到第一位，这是我最受不了。有一次，他的叔叔来看他，请他吃饭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拎了很多东西，名牌包还有衣服什么的，我就很纳闷，我说你这叔叔出手很阔绰呀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发现他叔叔一个秘密，他叔叔在外边存了很多的私房钱，怕他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，所以说他叔叔给他买一些东西。我感觉这样做非常不好。我就认为这件事没什么不好的，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首先来讲，你说我要是把这件事回去告诉我婶子吧，他两个人肯定要吵架的。本身他是我自己的叔叔，我肯定要向着我叔叔，每个人都会这样。行，那我就问一句话哈，这是你跟你叔叔说的，给我买这些包我就封口，还是他主动给你的？就这样，他说你别把这件事告诉你婶儿啊。啊，我说看你怎么做了，你要对我好点，反正我就不告诉我。其实当时我也是一句玩笑，我就想我自己叔叔送我的东西，那我为什么不要啊？对不对？说实话，我感觉这是一个品质的问题。你这么上纲上线有必要吗？我怎么就品质问题了？是不是你说的严重了？我不是上纲上线儿，在他以前就是做兼职那个地方啊，他做培训的。那些孩子都经常围着他转，小男孩都经常围着他转。多大？都是20左右的，什么鲜花了，还有什么巧克力了，成天送这些东西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干嘛总送你啊？他说那个啊，学生知道我过生日，总送吗？还天天送吗？什么白玫瑰、红玫瑰？不一个送花，一个巧克力吗？学生有这片心意，我为什么不能收啊呢？你这1年多，你送过我1朵花吗？咱俩约会吃饭不需要钱吗？哎，哥们儿，你这也真是过分了。再一个哈，这个主持人谈到这个送礼物这事儿哈，说实话我就更生气了。有一次他送了我一个那个 LV 的钱包上面刻这个 W。说实话，我当时看到这钱包的时候，我非常的高兴，因为 W 嘛是我姓王开头第1个字母，我寻思特意为我买的，我特别挺好的嘛后来我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个钱包是他送给他前男友的。你送给你前男友的东西，你就送完了，你要回来也就算了，你要回来你还送给我，你感觉这样我心里能舒服吗？买完了刚没有几天我们就分手了，然后那个钱包确实是我挺生气的，当时我要回来的，这么贵重一个东西，而且挺新的，我认为没什么不好的，就送给你最合适了。这时候你就感觉不浪费了啊？那为什么咱们每次出去就是约会的时候，都要去一些比较高档的地方、豪华的地方？怎么的，小地方不能去吗？我认为是这样的哈，人活一世也就那么几十年，能好好享受一定要好好享受，有什么不对呀？对，你会享受，你的朋友、你的生活圈都是会享受。是。但是我跟你的这些生活圈这些朋友，我跟他们融不到一块去。那你是不主动好好学习？我怎么不学习了？你们打壁球让我去学壁球，我是不是学了？我是打得不好，但有必要说你们都笑话我吗？还说我笨？我那些闺蜜也跟他很熟了，就开一句玩笑说你看你那个笨样，就这句话大家都能开得起玩笑，就你开不起，怎么了呀？作为你的朋友说我心里能舒服吗？如果我要是说领着我的朋友讲究你的话，你会舒服吗？这小伙子你满意吗？他诸多的不满意你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跟他认识1年多了，有一定的感情基础，然后我还是挺喜欢他的。我不嫌他穷，不嫌他怎么样的，我就是想让他上进一点。你在工作岗位上，你不要停留在原地，你要是学会圆滑一些，不要是太古板。我没有就是说不上进我为了就是说迎合你这个生活圈子，我已经做出很大的努力了。房子、车我都买了，贷款，甚至有一部分是我从我的哥们儿那里借来钱的，为了就是说迎合他这个生活环境。他没有一点感激之想。对呀，你是买房子了，你也买车了，车是2手的，房子也是2手的，就连你的工作都是2把手。
我认为你这就是不上进，你为什么不能提高一下自己，给自己来一个飞跃呢？对不对？努力一下，你争取当个一把手什么的。你像我一样，我开始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小文秘。我现在对看你这个资料上面，男生的年收入是3万是吧？女生的年收入是20万是吧？对，我开始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小文秘，后来呢也是靠一点点的积攒人脉嘛。然后就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就是觉得他不上进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拿你的那条理论往我身上安，好不好？你靠着人脉一步步往上爬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？想着你那个有钱的大哥吧？你混蛋！他送你的礼物跟那些小孩送的是不一样的吧？他是有目的的送你的吧？我以前说过哈，别人送我东西我不会拒绝。但是我喜欢的人，我会跟他在一起，就像你一样。我不喜欢的人送我什么都没有用，我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那大哥都送什么呀？他的手机，还有他的手表，而且那大哥就是说比较有钱，经常开车接他上下班。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感觉我是接受不了。那你天天去接我呀，就不用他接了。不，男朋友不高兴就算了呗，就别让接了呗，就别收礼了呗。我每次的时候他都不通知我，直接就到我单位门口就去了。下班的时候可能在门口给个惊喜，我也没说什么，我就不好意思说，那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走。惊喜啊？对他就是这样的，可能我也不太清楚。然后那这大哥对你是个什么感情啊？就在一起吃饭了，然后送点东西了。后来就因为这个事儿嘛，有一次我俩吵架了，一吵架他就玩失踪，跟女人似的。当时他就跑了，我挺生气的，我也没追他呀。我晚上要睡觉了，要关灯了，然后他打电话过来，喝酒喝多了，那嘴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。完了说你过来扶我一把呀，我这躺到大路边了，从天桥上掉下来了。问他在哪儿，我就去找他。等到我看见的时候，当时真的我眼泪就快掉下来了。我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。哎，那你现在这个男朋友，你那些朋友们知道吗？比如说那个大哥知道你有男友吗？大哥不知道我有男友，他又没有特意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也没特意去强调。不是，那你觉得他正常吗？就是一个单身男人，时不常的要接你下班，时不常送你礼物。我也心里边有一些小怀疑，但是你干嘛总送你东西啊？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？他没有特意强调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要是去强调的话，好像我心里有想法了似的。人家说我也没想跟你咋地，你干嘛非说你有男朋友啊？不是，你可以说，哎，我男朋友谁谁谁，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嘛。我还真没说这个。我现在真是有点受不了。我就怕他见到那个男的摆个臭脸，不给我面子，所以没。我真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，就是他现在是成天这种，就是说满嘴里都是钱。我也受不了你这种小心眼儿。而且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呢？咱们都多大年龄了？我认为咱俩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结婚呢？这1年多算长吗？为什么非得着急结婚呢？我这么大了是没结婚，但我不差这1年2年了。这个怎么考虑的？关于婚事怎么考虑的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主持人，这1年多当中呢，我确实是对他有一定的感情，我也挺喜欢他的。现在受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小心眼儿，让你一点自由的空间都没有。再一个，我想让他上进一点。你觉得他不够努力是吧？对，这是你觉得他不好。对，做事也不圆滑。那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说实话，我俩相处这么长时间，我还是挺爱他的。但是他这种物质性的这种想法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因为当每次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断跟人谈的全是一些经济上面、利益方面的东西。说实话，我的朋友对我也会有一些想法。再一个，我这个年龄了，我就想我们抓紧安安稳稳过日子，结婚。如果你要是感觉行，咱俩就好好抓紧结婚。如果你要是感觉这样的话不行的话，咱俩就趁早分手。那你来的目的呢？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。我还要再考虑一下。我就好奇一个问题啊，在你的这个人生观里，在你的价值观里面，什么叫成功呢？我身边的朋友吧，我想跟他们差不多，不能距离太远了，就最起码的说，咱有房有车哈。这不有了吗？房也有了，车也有了吗？我觉得达不到我的标准。那你的标准是？挺寒碜的。得劳斯莱斯。那倒不用，有个什么奥迪了之类的也可以啊。我不想让朋友笑话我呀。3位老师都说得很正确，把它综合起来，几乎就是你们俩的全貌。我说3点：第一，你们俩之所以还在一起，大概是有点真感情的。表面上虽然你有点物质和功利，但是实际上你几乎已经接受了他的贫穷，但是你接受的不是很甘心。虽然你要求他迈入你的那个圈子，但是你明明知道，在你那个繁华似锦面上的综合，我觉得是可以将来在一起。